宇宙之外是什么啊？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因为首先你必须定义宇宙，必须了解宇宙，由此呢，一个常见的问题便浮现了出来，这就被称为可观测宇宙，它是由光速来定义的。这样的定义是因为我们的肉眼只能看见光，而宇宙中的任何物质呢都不能够超越光速，因为光速是有限的所以宇宙的大小呢变得不可测。不过我们可以利用光速来定义最遥远的一束光到达地球的距离。而另外呢，红移现象就证明了可观测宇宙还在不断的膨胀。但问题是既然宇宙还在膨胀，这就表明外面一定还有空间嘛。那宇宙的外面到底是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讲关于宇宙之外的5种真相假说，足以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嗨，大家好，小唐。很久以前呢，一望无际的丛林里面有一群猿人。有一天，其中一个就问呢，他说：“我们的丛林就是全部了吗？丛林的外面又是什么呢？”他就受到了别人的嘲笑。所有人都说我们的祖祖辈辈都在这个丛林里生活，丛林无边无尽怎么可能有外面呢？1000年前呢，有人产生了疑问就问大海的尽头是什么呢？会不会有另一片天地呢？他就受到了嘲笑，因为知识最渊博的人都说古人都写在书里了，大海已经是整个天地的尽头了。几百年前呢，有人产生了怀疑我们看到的太阳、月亮究竟是什么呢？那些星星又是什么呢？他受到了嘲笑，因为呢，所有人都说我们只拥有这片大地，太阳、月亮呢都围绕着地球转，而星星呢只是夜空中的装饰而已。现在呢，你对宇宙的外面是什么产生了疑问，很多人跑来就告诉你这个问题没有意义。还有人呢用各种写好的书中的观点来回答你。然而呢，我们想要知道的是真相。想要了解宇宙之外有什么呢？我们就必须先来认识一下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首先呢，我们就简单的给大家科普一下目前的科学对于宇宙的了解。我们的地球呢是太阳系的一员，而太阳系附近的星际的空间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而它呢又在银河系之中，而银河系呢和其他几个星系都在同一个星系之中，叫做本星系群。从远处看呢，本星系群只是庞大的室女座超星系群中的一个小部分而已。这还不算完，在2014年呢，科学家们还在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中找到了室女座星系团以及其他的10万个以上的星系团。每一个星系团中呢都有数以万亿颗的恒星，所以拉尼亚凯亚呢是由300到500个已知的星系群构成的。当然了，真实的数量还有可能更多，因为有一些天区呢被银河系的引力带挡住了，所以看不见了。说到这儿呢，我们也许会感觉到这个宇宙实在是太大了。那这就是宇宙的全貌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拉尼亚凯亚在我们可观测的宇宙当中只是很小的一个角落而已。对我们而言呢，拉尼亚凯亚已经很大了，但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就能够看到更大的宇宙。而拉尼亚凯亚呢，也仅仅是这一片星河之中很小很小的一个小部分而已。可观测的宇宙呢，是指围绕观察者而形成的一片区域嘛。观察者与太空中的某个天体的距离是多少，由一个物体发出的光到达观察者那里需要多长时间来定义。所以科学家们定义可观察到的整个宇宙的半径为465亿光年，直径呢就是930亿光年。在这一片宇宙之外呢，还有更多的东西，但以现在的科技水平呢，还是无法探测到更多。而这个区域呢，就被称为不可见宇宙。具体有多大呢？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估算。以现在人类的科技水平呢，恐怕还要很久很久以后才能够看到宇宙之外究竟有什么。以下呢，我们就进入5大真相假说宇宙之外，讲述宇宙之外呢究竟是什么，其中必定涵盖真相。第一个宇宙之外的假说呢，就是虚拟宇宙假说。假设我们在计算机里模拟一个宇宙，一开始只能模拟一颗原子，后来随着算力的提升和算法的迭代呢，能模拟的空间就越来越大嘛。而在这个宇宙的内部呢，能观测到的现象就是宇宙大爆炸，宇宙飞速的扩张。那么同样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计算机里的宇宙它之外的空间是哪来的？是什么样的空间承载着这个宇宙的扩张呢？答案就是压根本就没有这个外部空间，其实就是计算机还没有模拟出来的一片虚无嘛。在计算机启动之前压根就没有这个创世程序，就像大爆炸学说一样大爆炸之前根本就没有时间和空间。而计算机开始运行创世之前呢，模拟的宇宙的内部的时间和空间也根本不存在，所以计算机关闭了之后世界也就消失了，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你用笔描绘一个世界，
一开始呢，只能描绘出一个主角，一个房子，后来不断的加入新的东西嘛，主角自己所在的世界也不断的扩张，他所处的这个空间从一个房子变成了一个村落，一个国家，一个世界。他经过了缜密的逻辑推导呢，发现自己的世界也在不断的扩张。所以空间扩张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外部的实体空间，就像算法模拟出来的宇宙一样，再怎么扩张都无需外部空间的支撑嘛。就像硬盘中的宇宙笔下的世界一样，都是由这种虚拟的空间来承载扩张的。而里面的人物呢，可能根本无法理解他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所依赖的介质是什么，也无法理解他们的空间扩张的表现形式，其实就是计算机多了几行数据，书本里面多了几行字而已。但当这个计算机的算力和内存还有很大剩余的情况下，那里面的世界的扩张就无需外界的物质加入进去，只有计算机里面的储存满了，才需要另外加一块硬盘。他们也只会下意识地想着支撑他们的世界的扩张的那个更大的箱子一样的空间是哪来的呢？其实并没有这个箱子有的只是计算机的算力和算法。所以我们的宇宙的扩张所依赖的介质可能也是如此，不一定是现实中更大的宇宙的空间承载，可能是某一种超现实的虚拟空间来承载的。来承载现实存在的主角的是现实之上的超现实的程序员而已。承载空间扩张的是空间之外的超空间，类似于纸和硬盘嘛。那这种超现实和超空间的存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的彻底理解，就像计算机里模拟的古代人物没有办法彻底的理解计算机是怎么回事一样。为什么完全实心的计算机能装下不断扩张的整个世界呢？或者是就像印度神话中说的那样，梵天的一场梦呢，就是宇宙的扩张，只不过呢，他梦到了更多的东西罢了。那要说承载梵天宇宙扩张的外部的空间是什么呢？那可能就是他的脑洞的大小了。所以我们宇宙之外到底是什么呢？不一定是更大的实体空间，也许是另一块硬盘，也许是更多的纸。第二点呢，说宇宙之外就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体假说。在意大利的天体物理学家弗朗哥瓦扎和神经外科医生呢阿尔贝托于2020年11月就发布了他们跨领域研究结果。在此研究中呢，科学家们就试图识别出大脑中的神经细胞与整个宇宙的构造，它们的外表看起来如此的相似，是不是功能和特点都很相似呢？按照比例计算呢，人类的这颗大脑距离宇宙起码有27个数量等级的差距。然而这两位科学家的研究还指出，人脑的复杂程度并不亚于横贯亿万光年的宇宙结构。尽管宇宙的构造与大脑的原理截然不同，但两者在复杂性与自我组织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把大脑中的这种切面再放大40倍并与仿真的宇宙网络结构相比呢，左边是40倍放大后的小脑片，右边是一个300万光年规模的网络。结果呢，这两种材料的密度和比例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就连它们的物质分布也是大同小异。最近还有研究表明呢，人脑中大概可以储存2.5 PB 的信息。瓦扎还在一个独立的研究中呢，它就显示如果想要储存一个宇宙的复杂程度呢，大约需要4.3个 PB 的储存空间。虽然人类的大脑和宇宙的体积有着巨大的差距，但是两者的储存空间呢却是相差无几。所以该研究还表明，这个储存容量的表明呢，大脑中储存的一切有用的信息呢，都能够被用于对宇宙中的星系进行编码。如果宇宙中真的是一个庞然大物的大脑的话，那反过来说我们的大脑会不会也在微观下存在着另一个宇宙呢？所以到目前为止，对于微观世界的了解还远远比不上宏观世界的了解，更何况人脑还有90%的未开发嘛，这其中的奥秘实在是非常之多。第三种呢是宇宙之外的多元宇宙假说。多元宇宙呢听起来更像是科幻电影里的场景，不过这并不是什么无中生有的想法，而是从一些已经被科学家们观察到的宇宙现象中推断出来的。这一假说就提出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之外呢，有许多不同的平行世界，它们大致相同，但彼此之间并无联系。有人就认为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以及它所包含的所有的事物都不过是更大结构的一小部分而已。事实上，多元宇宙的概念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以另外一种方式出现了。在1950年代呢，一位物理学家艾弗里特3世呢，就是当时对量子宇宙学进行了一次远大的探索。所谓的量子宇宙学呢，其实就是将一个世界看成是一个量子体系。艾弗里特就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如果我们要用量子理论呢来研究宇宙，我们就得用量子力学的方法来研究它。所以在世界上唯一可以用来描述这个世界的量子状态，就是所谓的宇宙波函数。
而埃弗里特就相信呢，宇宙中的一部分会与另外的一部分发生相互的作用。他也发现了，随着薛定谔方程的变化呢，宇宙中的波的函数必然会自然而然的出现一些变化。我们没有必要对这个度量量呢提出什么特别的规定，因为每一个时刻呢都在相互的碰撞。在这种情况下呢，量子纠缠会分裂成两种不同的状态，最终呢叠加态的两个部分是真实都存在的，但它们却没有任何的联系。在一方发生事情呢，不会影响到另外一方，所以应该把它们视为是同等真实的两个不同的世界。而埃弗里特呢，在他的第一篇文章中就使用了变形虫这个隐喻，这正是埃弗里特量子理论的中心存在。要解释这个波函数的差异呢，就想象这个变形虫，它一直在不断的分裂嘛，每分裂出来的变形虫呢，都会和之前的母体一样，拥有相同的记忆。因此呢，变形虫并不是一个生命线，它是一株生命之树。虽然有些物理学家就认为我们的宇宙可能是多个宇宙中的一个，就是除了我们自己的宇宙呢，还有其他的宇宙，但这一点呢，尚未得到证实。第4点呢，是宇宙之外微观世界假说。现代科学家已经找到了绕着原子核旋转的电子，遵循着行星围绕着恒星旋转的规律，它们的运行与存在的方式都非常类似，只是一个存在于微观世界中一个存在于宏观世界当中。也就是说，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之外很有可能是更大一层的宇宙，更大一层的宇宙之外呢，又是更大的一层宇宙，它们层层相叠，而我们呢，只是这个浩瀚宇宙中的一颗微不足道的尘埃。如果我们深入到人类的微观中是不是还有更多的宇宙存在在内呢？早在2500年前呢，释迦摩尼也曾经说过一粒沙中就藏着3000个大千世界和100亿日月星辰。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一粒沙世界里面有3000个世界，这3000个世界当中有数百亿个太阳、月亮和星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现在的天文学家已经探测到了我们的银河系中有着接近10亿个自身发光的像太阳那样的恒星。与之相比呢，银河系在这个宏观的宇宙中看呢，也只是一颗微不足道的沙粒而已。佛陀曾经就对他们的弟子说过一碗水里面就有84000条虫。直到15世纪呢，当科学家们发现了显微镜他们才发现在水里面的确有非常大量的虫，难以计数的细菌。在2500年前呢，佛就对宇宙有了很高的理解或许呢，这就是开悟之人所能看见的境界了。那难道说宇宙中的真理就藏在神学之中吗？即使是爱因斯坦这样对科学有巨大贡献的人呢，他曾经也说过，要证实神的存在已经很难了，但是要证明神不存在呢，更是难上加难。第5点呢，就是宇宙之外泡沫膨胀假说了。从可观测的宇宙角度来看呢，如果宇宙是一个闭合的球体，那么它的曲率为0，就说明呢，该可观测的宇宙相较于本宇宙来说就像是眼前这个平坦的地面和地球。那宇宙之外又是什么样子呢？大家是否记得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在大爆炸之后呢，宇宙的扩张的过程中就产生了气泡，在空间结构中形成。每一个气泡呢，都是一个停止与其他空间一起伸展的区域，并形成了各自的宇宙，拥有了自己的物理定律。在这个场景中呢，空间是无限的，每个气泡呢也是无限的，这就仿佛与我们在玩的那种泡泡机有点类似。随后呢，当爆炸停止的时候宇宙的扩张也变得缓慢了起来，各种的基本粒子、原子、背景辐射呢，就都出现在了宇宙中。也就是说，大爆炸呢，并不是宇宙的开始，相反呢，只是宇宙暴胀的结束。这也就是人们先前所强调的大爆炸理论并非宇宙起源的原因。它仅仅描述了宇宙的演变过程，而传统的看法呢，是最初的暴胀明显的终止了，否则呢，它不可能演化出今天的宇宙万物。但是宇宙学家们通过暴胀理论进一步研究，就认为所谓的暴胀呢，看起来从未停止过，而且呢，也永远不会停止。这种理论就认为现在的这个宇宙呢，只是这个暴胀区域的一小部分而已，已经停止暴胀的部分呢，在这个暴胀的区域中还有更多的地方在暴胀，整体上呢也会永远的暴胀下去，这就是永恒暴胀理论了。所以当一个空间停止暴胀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其他2个空间会跟随着暴胀。这2个空间中，一旦其中一个停止暴胀呢，那么会再次产生另外2个额外的空间不断的暴胀下去。这样的话呢，这个过程会永无止境。所以呢，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之外呢，存在着2种区域，一种呢是仍然在暴胀中的区域，另一种呢就是已经停止暴胀的区域。那在暴胀的这个过程中的空间呢，因为还没有出现相变嘛，
所以在暴胀的过程中啊，里面就存在着大量的原始暴胀物质。所以我们可以假设这里面就没有我们熟悉的东西，而那些和本宇宙类似不再暴胀的空间呢，也可以被称为与这个宇宙平行的宇宙。这也就是泰格马克所说的第二层平行世界了。在每一个宇宙中间呢，都有一片隔着的暴胀区域，也就是说宇宙之间的距离是无限遥远的。每一个宇宙呢，就如同一座座孤岛，根本不可能相互联系。就算你想办法以某种方式突破了我们的气泡的边界呢，但是气泡之间的空间仍然在不断的膨胀，因此呢，不管你的速度有多快都不可能抵达下一个气泡宇宙。最后呢，究竟哪一种宇宙之外的假说是真相呢？请大家在留言中告诉我。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好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